啥？诸葛亮不擅长骑谋？哦，别逗了。第4次北伐，了解一下。战役开始，诸葛亮把魏军将领贾诩、魏平围困于岐山堡。魏明帝曹睿闻讯后，急忙派大将军司马懿赶往救援。先来看看双方兵力对比。诸葛亮的兵力根据吴国人的说法不满5万，司马懿的兵力没有记载。考虑他后来远征辽东还能带4万军队，这次是首家，初始兵力起码在5万以上，加上曹睿后来还给司马懿增过兵，因此司马懿的兵力比起诸葛亮应该是占据较大优势的。也就是说，诸葛亮不但是进攻方，兵力还占劣势。我靠，这该怎么打？对此诸葛亮表示，兵力劣势没关系，继续分兵。是的，你没看错。得知司马懿前来救援，本来兵力就处于劣势的诸葛亮居然还他妈分兵了。他留下部分军队继续围攻岐山堡，自己带着主力直扑司马懿的屯粮地上邽。通过地图测距，我们发现岐山堡和上邽之间光直线距离就有5万米左右。诸葛亮带着以步兵为主的军队远程奔袭上邽，到底想干什么呢？答案就在司马懿的表现之中。司马懿赶到战场后，命令费耀率领4000精兵守上邽，郭淮率领部分军队协助费耀，他自己则带着全部主力直扑岐山堡。如此一来，会发生什么呢？看地图。是的，司马懿要被爆局了。原来诸葛亮早就料到司马懿急着救援岐山堡，所以他直接玩了招避实击虚，留下部分军队继续围攻岐山堡，吸引司马懿的注意。诸葛亮自己则率领主力绕开司马懿，一口气奔袭5万米以上，到达了只有4000人把守的上邽。眼看诸葛亮神兵天降，留守的费耀大惊失色。然而想到手里的4000人都是精兵，他又觉得自己行了，于是喊来负责协助的郭淮，直接迎战诸葛亮，结果被揍了个屁滚尿流。收拾掉2人后，望着上邽田地里的麦子，诸葛亮露出了绅士般的微笑。现在是4月，麦子要到5月才能熟，诸葛亮无法收割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让司马懿无法收割就够了。于是诸葛亮直接釜底抽薪，把上邽的麦子几乎毁了个干净后扬长而去。此时的司马懿早已发现中计，恼羞成怒之下急忙带兵回援，结果在上邽之东遇到了诸葛亮。刹那间，汉军齐整军容之下散发出的惊人战斗力，让之前只是搞定过诸葛瑾、孟达之流的司马懿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强敌。惊骇之下，他竟然不敢交战，诸葛亮也不介意，率军徐徐而归。经过这一轮交手，司马懿直接陷入了绝境，被诸葛亮毁了麦子后，他没有东西吃了，你敢信吗？诸葛亮孤军深入曹魏境内，结果是诸葛亮有粮食吃，在自己地盘防守的司马懿反而没粮食吃了。这简直是小说都写不出来的魔幻剧情啊！如果司马懿是进攻方，诸葛亮是防守方，那可以说是胜负已分，官渡之战已经重演。然而司马懿毕竟是防守方，这是他的地盘，因此司马懿最终还是在郭淮的帮助下，从羌人那里搞到了粮食，勉强度过了危机。如此说来，诸葛亮的毁麦行动也没有对司马懿造成致命打击。不，事情还没完，毁麦子只是诸葛亮的第一步，接下来才是关键。被诸葛亮的毁麦行动彻底激怒的司马懿，在搞定粮食问题后，直接带兵跑去找诸葛亮算账，最终双方在鲁城展开了对峙。没错，这才是诸葛亮真正想要的。毁麦只是第一步，激怒司马懿，把司马懿引诱到鲁城，在此解决司马懿才是诸葛亮的真正目的。这一招叫诱敌深入。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把司马懿引诱到鲁城呢？看记载，鲁城的地形非常适合诸葛亮扎营，正如孙子兵法所说，昔之善战者，
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诸葛亮利用鲁城的有利地形，先布置好防御体系，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接下来想要怎么弄司马懿就怎么弄。这时候司马懿估计也琢磨过未来了，知道自己已经完全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了，这下他又不敢打了。结果司马懿被魏将嘲讽为魏蜀如虎，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敢打。于是诸葛亮继避实击虚，釜底抽薪，诱敌深入后又用出了第4个奇谋，调虎离山。为了引诱司马懿进攻，诸葛亮让王平率领蜀汉的精锐5部飞军作为诱饵，吸引司马懿进攻。结果无法忍受诱惑的司马懿再一次上套了，他让张合率军去吃掉飞军，自己率领主力想要牵制诸葛亮。谁曾想这正中诸葛亮下怀，诸葛亮看到司马懿终于出战，那就不废话了，直接抽飞了司马懿。一战下来，汉军光首级就收了3000，再结合其他战利品，可以看出魏军这次的损失很大，少说也有几千人。遭此大败，司马懿只得一路逃回了上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晋书》对此战的说法和汉晋春秋完全相反。晋书称司马懿击败了诸葛亮，还取得了斩斧万骑的战果。在不二将看来，晋书的说法纯扯淡。首先，汉晋春秋的记载和三国志是呼应的，而晋书的记载不但是孤证，还和三国志中诸葛亮因粮尽才退军的说法矛盾。而且鲁城之战是5月开打的，诸葛亮直到6月才撤军，并且在7月射杀了追击的张合。如果晋书的记载是真的，那请问5月就被斩斧万骑的诸葛亮怎么可能会撑到6月才撤军，又怎么可能会在7月才射杀张合呢？所以说晋书的记载是真心扯淡。纵观第4次北伐，诸葛亮对奇谋的运用真的让人目不暇接，叹为观止。遗憾的是，诸葛亮虽然做到了最好，最终却被队友李严拖累。由于李严运粮不利，缺乏粮食的诸葛亮只好撤军，这真应了那句话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真替诸葛亮感到心累啊。说到累，我也很累了，每次做视频连写稿带剪辑，我都要在电脑前坐很久，真他娘的累啊。国家卫生部门一项调查表明，每天使用电脑超过4个小时者，81.6%的人脊柱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变。一方面是因为从站姿变成坐姿时，第三腰椎间盘内压力会增加40%以上，而且越前倾压力越大。另一方面，很多椅子的设计并不符合人体工学，无法分担腰间的压力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不可避免的久坐，一把好用的人体工学椅就非常重要，能实实在在的保护健康，提升工作效率。这把黑白调E3，大家光看外形就能看出它在人体工学上的设计了。E3的腰托是独立3区式设计，中间腕部支撑于两侧皮质包裹，对腰部形成了环抱式护腰，能有效分散腰部压力，缓解腰椎疲劳。而且这个腰部支撑是弹性自适应的，可以根据人体姿势的变化来调整角度，怎么做都舒服。除此之外，E3的其他功能也不会让你失望，全椅11处可调节，头枕、椅背、坐垫、扶手等等都可调，无论你高矮胖瘦，一把椅子都能坐。坐垫采用网布材质，通风透气，再也不会有久坐后站起来一屁股汗的尴尬。E3采用加厚防爆钢板，搭配通过了国际 SGS4级认证的气压杆，对大体重人群来说也是安全可靠。用料扎实，体验舒适，是使用E3之后的最大的感受。脊椎的慢性问题可能平时很难感知到，但是问题代价却是大家都不愿意承受的，所以我非常推荐你去使用这样一把人体工学椅，利用科学的工具做好防御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某宝某东搜索黑白调E3，一定不要忘了在评论区查看优惠，可以省不少钱哦。
诸葛亮虽然无奈撤军，但他在撤军途中竟然还能玩一把奇谋。他设下精妙的埋伏，射杀了曹魏名将张合。所以说每次看到有人说诸葛亮不善奇谋，我都觉得很无语。事实上不止第4次北伐，在诸葛亮的整个北伐过程中都能看到他对奇谋的精妙运用。个人觉得奇谋不但不是诸葛亮的短处，相反诸葛亮的奇谋能力在汉末三国时代是处于顶端的存在。好了，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，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。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三国话题，欢迎发在评论区里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。